嗨，大家好啊，我是沙森。那現在我們要去探尋的是位於開平被稱為第一天主教堂的地方。那這裡曾經是法蘭西的一個傳教士過來修建的。不過有人說在這個教堂裡面呢，好像有一個秘密的通道，這裡藏有無數的寶藏。也有人說呢，其實是一個逃生的地方，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因為在網絡上呢，所記載這個教堂的信息呢，非常的少，也不知道裡面藏有什麼樣的秘密。那今天我們的故事就要從這裡開始。你看，在前面這一片金黃色的田野當中隱藏着一座破敗的歐式建築。如果不說的話，根本沒法相信這竟然就是開平第一天主教堂了。上世紀20年代的時候正處於民國時期，不少的華僑呢就選擇衣錦還鄉呢，回到開平這裡辦起了各種商鋪吧。像我們在電影裡面常常看到的內容，什麼私人診所、照相館、教堂，還有賭場和煙館這些就迅速的興起了，也讓這裡的商業呢一下就進入到了一個全盛的時期。不過後來很快呢，戰爭就爆發了，一下讓這裡的社會動盪不安。所以在短短的幾十年的時間這開平呢，它就由極盛走向了衰落。眼前的這棟2層高的建築已經是殘破不堪，那窗戶上面都有鐵柵欄，1層還有這種弧形的線條。那個地方還有一個穹頂一樣的小塔樓，那這個中西式合璧的建築這就是我們今天要來探尋的教堂了。哇哦，這裡有一個水井哎，你看。這個高度我估計得有7、8米左右了，而且裡面還有井水。這個井是一層一層的修建上來的。你看這個井這麼深，那說不定這個教堂裡面真的或許有密道哦。你看這是教堂的這一面，看到上面的這種窗戶了嗎？典型的教堂的裝飾不過現在這個窗戶都已經被這些青磚遮擋住了。上面還有圓形的裝飾，同樣也是鐵柵欄。這裡面有另外的一個鐵門，有人嗎？這門有點不太好使了。這房間裡面是一個長方形的，沒有什麼東西。這高度大概有4米左右。不過你看這周圍竟然是有顏色的這種歐式的頂，看上去還是挺有造型感的。這得快要有100年的時間了喲。這裡還有歐式的這種裝飾，這一端都已經沒了。哎，這裡也有，哇，還沒有斷。你看它裡面是用鐵絲固定的，哇，這一個蠻沉的，我估計一個得有10公斤左右了，就像是那个啞鈴一樣。健身還可以啊。這邊都是以前建築的一些木材
堆在這裡了。這邊是上去的階梯，這是一個石階梯。有點窄喲。这2樓的窗戶，哇，這棵樹啊，都長到這裡了。看來啊，我們沒法上去了。上面是天台。好，我們先出去。这個門沒有鎖，哇，開了。有人嗎？這裡有階梯。這裡面好多雜草。這裡面是教堂的中庭，這個中庭啊，現在都已經長滿了像荷葉一樣的植物，而且在牆上啊，還能看到有一些文字，寫上的是“教育必須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”。這不是教堂嗎？哦，這裡有黑板，那很有可能啊，這個教堂曾經被改成了某一個學校吧。地板上面，这种瓷磚上面都有裝飾，上面有一些圖案。嘿，这是教堂曾經的入口吧，現在就被這個鐵門啊關閉着，全是藤蔓了。哦，这就是教堂的禮拜堂了。你的正面啊，還蠻高的，上面有很多花卉的裝飾，還有葡萄。兩邊的對聯啊，已經看不太清楚了。裡面的空間並不是特別的大，標準的教堂的造型啊。不過現在的四周啊，全部都堆放的是一些雜物。上面的立柱的頂部啊，還有這種歐式的裝飾。這是一個養雞養鴨的吧？嘿。從這裡呢，就可以看到教堂的正面了。上面呢，寫上了一個“中”字，還是正楷字。我覺得看上去啊，應該有很長的時間了吧。但是這個“中”字應該是與教堂沒有任何關聯的，這些都是那個特定時期留下的產物吧。那當年各地的天主教啊、基督教啊，
都被叫停了，又或者說是被破壞啊，被占用了。而這個教堂啊，也同樣没有幸免於難吧？它就和那些寺廟的命運啊是完全一樣的。那有人說啊，在這個教堂裡面呢，曾經藏有一個秘密的地下暗道，而這條暗道呢，它是可以通向四周的那些碉樓，又或者說是彈江邊吧，可以供这個神父啊躲避戰亂，又或者說是把那些財寶呢藏在那個地下暗道當中。你知不知道是什麼寶藏啊？什麼寶藏哦？我估計會不會是神父的聖物呢？又或者說是那些華僑過去來到這個教堂裡面呢，捐獻的那些金銀珠寶啊？因為你看，在那個民國時代啊，當時各地啊土匪猖狂，所以我覺得這些建築與建築之間呢，或許會不會有某種聯繫呢？不知道啊。但是有人說呢，他們小時候啊，曾經來到這裡玩耍的時候呢，就發現過那個地下的暗道，但是後來那個暗道啊被填堵了。你现在我們進來以後，周圍啊到處都是這些植被，所以也很難發現啊那個地道準確的位置吧。只是看到上面這個鐘字啊，顯得非常的奇怪。因為你看過去後面這個牆上啊，它掛上的應該是耶穌吧，所以我覺得這個地方寫上一個愛字呢，會不會更合理，或者是看上去更融洽一些呢？現在上面啊全都是雜物。地上是一些蜂蜜的工具吧。墙壁上面的窗戶，在過去啊是有圖案的喲，都被塗抹了。這是另外一扇。上面的穹顶，这從上面啊看這個禮拜堂，這裡還有一個哆啦 A 夢。阶梯的這些石扶手啊，全部都被拿去鋪路啊，或說是占為己有，修建東西了。哦，這教堂的2樓，從這裡就可以看到底部。嘿，看這個禮拜堂是不是蠻有趣的？哎呦，这個中庭啊，已經變成一個植物園了。在那個地方還有一個碉樓。面對面的牆壁，全是3個世紀的文字，非常的顯眼。不過上面的這些房間啊，我估計在過去應該是有住過人家，因為那邊還有一個席蒙斯。屋頂啊，好像都已經坍塌了。還依稀能看得到教堂的一些裝飾，看圓孔採光的，
不知道以前有沒有彩繪玻璃呢？这个房间比較窄，這寫上了什麼？青年革命化，把革命進行到底。那看來啊，在過去每個人的心中呢，就只有一個信念，那便是革命。這地上是鏤空的，我估計啊，過去應該是有木階梯呢架在這邊，然後爬上來吧。這高度得有4米多了，還是挺高的。這殘破不堪的教堂啊，和周圍這些歷歷在目的文字啊，讓他們都沒有成為贏家，而是慢慢的快要被世人所遺忘。你看，時光飛逝啊，轉瞬即逝，沒想到最終成為贏家的呢，卻是大自然的這些花花草草。在教堂裡面啊，逛了一圈，並沒有太多的發現，因為已經大多都是眼前的這樣的一番景象了。而我們前面提到的那個地下暗道，還有那些寶藏啊，也許成為了一個未解之謎吧。曾經啊，有不少的電影廠呢，都會來到周圍啊去取景。或許呢，我們要想看到曾經的那些昔日的風光呢，也就只能在電影當中了吧。不過，這樣的一些古老的建築，每一棟啊，也許都是歷史的載體。他們每一個啊，都訴說着當年的那些人的故事吧，誰知道呢？好啊，那這裡啊，也就是這樣了。那我是阿森，我是小森。現在呢，我們在這個廢棄的天主教堂，那我們的旅行啊，又將繼續。那我們下期再見。旁邊這裡啊，有一個蠻小巧的2層高的鐘樓，不過裡面的鐘呢已經都沒了。想當年啊，那個鐘聲敲響回盪在四周啊，那一定是非常美妙的。